这个月刚给父亲缴完医药费，手里根本就没有余钱。朱五花，快给我滚出来！朱五花，工厂派你去谈生意，没想到你如此大胆，不去见赵总，而是去偷情。现在赵总取消了订单，工厂直接损失上千万，你马上给我卷铺盖走人！不是的，主管，我是清白的。玛丽，你当时也在场，快帮我作证，快！五花姐，虽然说你是我的师傅，但我也不能公私不分啊。那天我可是亲眼看见你进了房间，酒店监控里也拍得一清二楚。什么？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想跟我演戏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少废话！工厂对你的处罚已经下来了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主管，主管，主管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真的不能开除我！我需要这份工作给我爸治病的，主管。做梦！朱五花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主管，我真的是清白的。我的肚子，孩子，不行，不能让别人发现我要保住这个孩子。师傅，你也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谁让你一直占着优秀员工不放呢？你这样，我的厂长养父怎么能看得到我？又怎么能放心把这个厂长交给我呢？顾总，您今晚可是喝了不少，我送您回去吧。不用，今晚我就睡在这儿。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彻底滚出食品厂。好的，苏小姐。丫头，你没事吧？小婊子，往哪儿跑？大叔，救救我！有人要害我！丫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玩我吗？我知道，大叔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不然我就要完了。这卡里有500万，给你了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昨天晚上我被人陷害了，是迫不得已，所以昨天晚上的事，你能不能当做没有发生过？有意思，头一次见到有女人想跟我划清界限。昨晚的事，还希望你保密。欲擒故纵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你时间太久了，而且你没带那个，所以我得抓紧时间去买药。丫头，你不用去买药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绝对不会怀孕，因为我缺死。什么？否则也不会收养苏玛丽，免得顾家后继无人。好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救救我！喂，哪位？救救你的孩子！我在。喂。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那都是4个月之前的事了。我应酬时出了意外，你别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胡闹！哎呀，别生气，坐下。这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若没有这通电话，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和你妈一辈子？爸妈，咱们家什么情况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18代单传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怀孕吗？顾泽凯呀，你这个渣男，赶紧去把我儿媳妇和我宝贝孙子接回来呀！就是，我们顾家就没有你这种窝囊废。你们怎么就那么笃定她怀的就是我的孩子呢？这个逆子不去，我们去。走。哎，爸妈，我知道了，我去。老头子，走，我们也去啊。肚子好痛，
孩子不会要流产了吧？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！有人在厕所里生孩子！什么？谁啊？这是谁呀？给我让开！怎么回事？玛丽姐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你看，若花，你怀孕了！若花，你怀孕了！怀的该不会是照片上那个老男人的种吧？天哪！看来流言是真的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这个孩子不是他的。别狡辩了，毕竟那个男人可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。什么？罪魁祸首，竟然是你！玛丽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刚刚本来想扶师傅一把，但是他好像对我有什么误会。你这个女人不仅私德败坏，心也是黑的。不是这样的，苏玛丽，她一直在骗你们，是她陷害我，她想让我身败名裂，离开工厂，都是她做的。什么？你们不会相信这个私德败坏的女人说的话吧？玛丽姐可是海城首富的养女，玛丽姐是首富的养女。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大家相处的，现在我摊牌了。没错，我爸就是海市首富，这家工厂也是我家的。玛丽姐，你早说呀！早知道你是首富的养女，那个优秀员工的票我就不投给她了。就是啊，玛丽姐身份高贵，怎么可能去陷害朱五花这一个小员工？我看80%是朱五花嫉妒玛丽姐，反咬一口。先别管这个了，不管她是好是坏，还是先救人吧。这小丫头说的对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让这个女人在厂里出事，否则那个老东西更不会把厂子给我了。说的没错，朱五花，看在我们两个师徒一场的份上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只要你自愿离职，不要任何经济赔偿，我可以放你离开工厂。苏玛丽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还是人吗？玛丽姐这么大方，放你一马，你不赶紧跪下道谢，还在这里出言不逊。苏玛丽，自从你进厂以来，我一直在带你们，我把你视如己出，从不私藏。我自认为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为什么你要这样逼我呢？我逼你，你落到如今这个下场，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都怪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蝉联优秀员工就应该是我的，那本是我的荣誉。都怪你，害得我进厂2年都没有任何建树，害得那个老家伙现在都没有把工厂传给我。原来如此，怎么我当你路了？没错，所以你必须从这个工厂给我滚出去。玛丽姐，你要的自愿离职合同给你拿过来了。签了这个合同，否则这合同这不是霸王条款吗？要是签了它，这跟净身出户有什么区别呀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叫什么名字？今天我就饶过你一次。在场的各位给我听清楚，谁要是再帮他多说一句话，就一起从这个工厂给我滚出去。苏玛丽，你不要为难他们，我签。早这样该多好呀！你疯了！顾总，您让我们调查的女人确实怀了您的孩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开快点。这么喜欢跑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想要跑到哪里去。竟然想要撕碎合同，转移我们注意力逃跑，差点就让你得逞了。你会遭报应的。遭报应？在整个海市能让我遭报应的还没有出生呢。那天晚上不是你说的什么光头老男人，而是其他人。这是他的名片，你好好看看。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个破名片，就想在这里糊弄我。你肚子里的真要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孩子，你早就被他接回家去，严加管教，好好养着呢。你还真是一孕傻3年，人家大人物都是什么身份的家庭，人家的夫人怎么可能是你一个厂妹？是啊，顾泽凯这么久都还没赶到，恐怕觉得我是个骗子吧。既然你不愿意签的话，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看你是脑袋晕晕，要给你清醒清醒。人呢？在里面，带路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到。谁敢动我的女人？
没事吧？让所有医生待命。是。哎呦喂，真是造孽呀！到底是谁竟敢这样对我儿媳妇儿？还好你机灵，知道找人来放风。等回去我就让厂里给你加工资。谢谢玛丽姐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吧。吓死我！还好没被人发现，要是让这件事闹大，传到了那个老东西耳朵里，我可就继承不了这家工厂了。你回去告诉那些人，今天在厕所里发生的事情，一个字都不准说出去，否则的话，我要你们好看。顾先生，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，朱女士的孩子确实是你的。真的？99.99%！泽凯，你终于有后了！醒了，我儿媳妇醒了。哎呀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对，不舒服呀，赶紧说，医生都在外头等着呢。妈，他才刚醒啊，不要吓着他。放心，宝宝现在很健康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养胎。谢谢你们，住院的钱我肯定会还给你们的。哎，医生特别叮嘱过，你现在不能乱动。我没有钱，这病房住一天要不少钱吧？我还得打工，给我爸爸交医药费，还得攒钱留着生宝宝。你放心，我有钱，宝宝不仅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天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是真的不想要你的钱。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，而且我现在是宝宝的父亲，我有责任好好照顾你。丫头，你别怕，我会照顾你的。来，好好休息。给我查，昨天我夫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顾总，我去查询了工厂里的监控，很可惜，昨天监控出现问题，全天候没有工作，所以一无所获。看来有人做贼心虚啊！这件事发生在工厂里，跟工厂里的人脱不了干系。继续查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我的女人。是。鸡汤来了，阿姨，我自己来。那不行，你被烫到了怎么办？要知道，你肚子里呀，可是我们顾家的独苗苗。我呀，必须把我宝贝孙子养得白白胖胖的。谢谢阿姨。傻孩子，还叫阿姨呢？好了，妈，我来吧。行，你来。丫头，我接个电话。朱小姐，您父亲的医药费用完了，请您尽快来医院补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工厂一趟，我要回去收拾我的东西，而且厂里不是把我开除了吗？我的工钱还有赔偿都没跟我结算呢。行，我让司机送你。谢谢大叔，那我去换衣服。泽凯，五花还怀着你的孩子呢，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回工厂？谁说他要一个人过去？等一下我会亲自过去，顺便也看看到底是谁敢伤害我的女人。接到最新消息，等会儿我的养父、食品厂的厂长、海城首富即将会带人来参观这个地方，希望大家打起精神。好的，苏小姐。哇，厂长真的会亲自来吗？那可是海城首富哎，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呀！我们这只是顾家旗下一个最不起眼的食品厂，他也只是挂名的，平日里都不会来的。为什么会突然想来视察呢？还能因为什么？肯定是奔着我们玛丽姐来的呗。玛丽姐，说不定今天你就能如愿以偿当上厂长了，到时候千万别忘了姐妹我。我当厂长的事情，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。但是今天你们谁要是敢给我掉链子，我就让谁吃不了兜着走。朱五花，你不是被辞职了吗？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？我来收拾我东西，而且我没有签你那个自愿离职合同，所以我的赔偿还有工资你都得如数给我。这个难缠的女人总是坏我的事，一会儿那个老东西就要到了，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。你得罪了我，还想要赔偿？这是我辛苦工作赚的钱，我凭什么不能要？而且我是孕妇，你开除我是犯法的。快把门关上，千万不能让我的养父知道有人在厂里闹事。
不能让我的养父知道有人在厂里闹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倒是喊啊！这个工厂可是海城隔音最好的地方，我倒是要看看谁听见了可以来救你。顾总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救命啊！丽姐，玛丽姐，虽然说这个办公室隔音效果是很好，可是万一别人听到了怎么办？那就堵住他的嘴。救命啊！那是夫人的声音。走。你找死吗？竟然敢咬我！你个贱人，你属狗的！想跑没门儿！楚武花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怎么办？大叔说他绝色，这个孩子对他十分重要，我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。现在你没有地方可以跑了吧？哦，你这个丑八怪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坏了我的好事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住手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住手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们碰他的？顾总，你听我解释。丫头，你没受伤吗？你没事吧？大叔，我没事，我刚刚还咬了他们俩人一口。没受伤就好，这里交给我处理。你先去和张特助休息一下。该死！老男人最讨厌私德有亏的人，我绝不能让老男人知道我刚才做了什么。算你运气好，让老男人救你一命。说，你们刚才在做什么？苏玛丽，你知道我平时最讨厌暴力行为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？顾总，是我做的，我知道错了，跟玛丽姐没有关系。对，我刚刚只是路过，恰巧进来看到了而已。是吗？那你刚才抬手做什么？我坐凳子坐久了腰酸，所以抬手伸个懒腰。对，都是我做的，我错了，玛丽姐只是路过。那看来我平常不在厂里的时候，你们都是这样对待其他员工的。说话，哑巴！顾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。从来没有。上次在这里，你们是做什么？那是不想说可以，没关系，我找人帮你说。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来人！我说，那是玛丽姐干的。那是苏玛丽再怎么说也是顾总的养女，而且性格极端，心狠手辣。我要是把她供出来了，会生不如死的。你去告诉那些人，今天在厕所里发生的事情，一个字都不准说出去，否则的话，我要你们好看。我不知道，顾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顾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。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在工厂做仗势欺人的事情了。现在再说这话，晚了。天气凉了，也是时候该清理清理厂里的垃圾。来人，带走。朱武花，你这个贱人，总是坏我的好事，挡我路的人都得死。帮我查一下，朱武花他爸在哪个医院治病？夫人，您要是有什么不舒服，一定要跟我说。要是您和您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什么事儿，顾总会要了我的命。您放心，我真的没事。顾总，丫头，大叔，这么快就处理完了？都是小事儿，很快的。还有，你的裁员补偿款以及所欠的工资，我也让财务给你结算了，就打到你的工资卡上，估计一会儿就到账了。真的吗？谢谢大叔。工厂里的股东都已经到了，您看。股东？大叔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？丫头，别紧张，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，
你只要记住一点，我是你的老公就行。你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我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你休息好。大叔他看起来好有钱，而且很温柔。我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被爱的感觉了。3万块，这么多！医生，我来看我。苏玛丽，你怎么在这？不用治了，以后这家医院不会再给你爸爸治病。什么？这家医院已经被我收购了，他们以后只会听我的，我说不治就不治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谁让你一直赖在海城不走呢？既然你不走，那我就只能让你爸走。动作快点！是。放开！你放开！你还是人吗，苏玛丽？你会遭报应的！遭报应？我能遭什么报应？朱五花，我劝你还是自求多福吧，找找愿意接受你爸的医院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丫头，我回来了。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走。我爸他被人从医院赶出来了，我就只好重新帮他找一家。我费了好大劲，好不容易才转院成功的。哎呀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用这么担心我。你是不是没有提我的名字？只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夫人，整个海城不会有医院不敢收的。那是因为不行，大叔只是有钱，但苏玛丽的养父却是海城首富，我不能给大叔添麻烦。哎呀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我自己能搞定的。丫头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是上次在卫生间里的人吗？告诉我，到底是……大叔，朱五花，亲眼看到自己的爸爸被赶出医院的滋味如何呀？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看在之前在厂里你对我还不错的份上，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，老老实实给我滚出海城，不然你的下场会更惨。你徒弟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的。顾总，坐。顾总，夫人明天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先带她去买辆她喜欢的车，再带她去珠宝店，让她身上多一些偏贵气的东西。好，记得包场。另外，夫人父亲之前被赶出来的那家医院，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，结果查到什么了？快说。结果我查到，苏玛丽小姐就在今天刚刚收购那家公司，夫人之前在工厂的徒弟就是苏玛丽小姐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？行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是。爸，年会的事儿。听说你今天收购了一家医院。爸，怎么了？你平常从来不会做这种事，怎么今天突发奇想了？我就是觉得那家医院潜力还不错，所以就给他们做了投资。而且我今天还顺便去体检了呢。爸，要不我明天也带你去做一个？不用了。对了，你认识朱五花吗？他呀，他就是我一个在厂里的师傅，平常对我挺好的，也很照顾我。只不过不知道最近遇到了什么问题，被开除了。好了，今年年会和往年一样，你记得不要迟到。这老男人怎么突然问起朱五花来了？难道说朱五花勾引男人，勾引到老男人身上？哼，看来手给他的教训还不够。再让我看见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一个
个都不会放过。哎呀，我们结婚证都已经领了，你怎么还皱着眉头啊？大叔，我总觉得我心里不踏实，要不你还是拟个结婚协议吧？我没有钱，这对你来说不公平啊。不需要，我赚钱就是给你花的。什么？还有你肚子里的宝宝。可是我……安心吧，没有可是。对了，明天晚上有个宴会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我行吗？你是我顾泽凯的夫人，谁敢小看你？来了！哎，这就是顾总的夫人吗？什么？竟然是她！大叔，我们不是到了吗？怎么不走正门？正门人多，我不喜欢，而且我不想让别的男人看见你的样子。毕竟，你是我顾泽凯的女人。大叔，我想上厕所。厕所在那边，需要我陪你过去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我回家去接爸妈，他们也过来。楚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老公带我来的。你老公？看来你骗男人的手段还真是高端啊！竟然可以骗到老男人带你来我顾氏的年会。你这肚子里的野种还留着？看来呀，他这肚子里的野种对那个老男人可重要的很呢。你要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不过今天是我顾氏的年会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可以随便来的。哼！但是我这个人呢，宽宏大量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你自己滚，否则别怪我对你动手。你不行，今天对大叔来说很重要，我不能在这个地方闹事，会给大叔丢脸的。苏玛丽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还敢跟我指手画脚了，胆子变大了不少了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的话，那我今天就给你个教训。大家快来看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不识好歹、不要脸、帮大款怀野种的女人。真不要脸！我没有，他是造谣的，不是我。竟然还敢跟我顶嘴！你们两个，给我把他摁住！过来吧你！哟，身体还挺灵活，怪不得可以让老男人对你念念不忘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他不是野种，我结婚了，他有父亲。那看来跟你结婚的那个男人可真是饿了，连你这种人都下得去嘴。看来至少得是个土肥圆吧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老公他才不是什么土肥圆呢，他叫顾泽凯。真是可笑啊！吹牛都吹到玛丽姐养父头上了。就是，难不成你要说，你肚子里这个野种是顾泽凯的？你说什么？顾泽凯是你养父？就是，海城谁不知道，我养父他绝嗣，根本就不可能让女人怀孕，要不然怎么会收养我这个女儿呢？不可能，大叔他根本不是你养父，你跟他不是一路人。你这演技还真是教科书级别的，怪不得可以骗到老男人。既然你不死心，那我今天就帮你把这肚子里这个野种给打掉。我倒是要看看这孩子的父亲会不会来救你。玛丽姐，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。她怀着孕，今天又是你们家的家宴，让顾总知道恐怕……怕什么？我只是帮我养父教训教训这个败坏他名声的女人，能出什么事情？可是我刚才的确看到他跟顾总在一起，这万一肚子里的孩子真是顾总的，那可怎么办？不可能，我爸他绝嗣，更何况他还说他跟我爸领证了。我作为顾氏唯一的继承人，我爸有没有结婚，我这个女儿会不知道吗？就是，哪有父母领证不跟自己孩子讲的？就是，我看这个女人就是骗子。也对呀，顾总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就算不知道，
但苏小姐作为她唯一的女儿，不可能也不知道啊。就是啊，也不看看我爸是什么人，他可是海市首富，就算要结婚，那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。他相貌平平，身份低微的食品厂女工，你觉得我爸会看得上你？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样子。顾总你也敢碰瓷？朱五花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想用你肚子里这个孩子碰瓷我爸，你算是失策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哎呀，妈，你就别催了，五花已经进去了，一会儿就看见了啊。那玛丽呢？这丫头啊，不会又迟到了吧？苏小姐也已经到了啊，现在估计在里面应酬。那就好，总算还有点出息。顾总，不好了，夫人和小姐在里面闹起来。小姐说要打掉夫人的孩子。什么？想当我后妈，你也配？我肚子里怀的真的是顾泽凯的孩子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我以顾氏集团唯一继承人的身份在这里承诺，谁要是帮我教训了他，我顾氏集团的合作就优先给谁。听见了吗？玛丽姐发话了。玛丽姐，孩子，你可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这个不长眼的妈！住手！竟然敢欺负我的女人！爸爸、爷爷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各位宾客，抱歉，今天我们顾氏年会出了点状况，请各位宾客先自行离开。爸，我真的没有欺负人。起开！丫头，你没事吧？大叔，我没事。爸，是他先出言不逊，故意抹黑你的。苏玛丽！爸，你竟然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！你知不知道，他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，是顾氏唯一的血脉，是你的亲弟弟。怎么可能？这绝对不可能！顾总，夫人已经检查过了，因为刚才夫人特别注意保护腹部，所以夫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暂时是安全的，只是之后要多加注意。丫头，大叔，丫头，对不起，我害怕失去你。大叔，你别担心啊，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？肚里孩子也是好好的。苏玛丽，你现在最好庆幸五花没事，否则我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爸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苏文花怀了你的孩子。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你唯利是图、自私自利、嚣张跋扈、手段狠毒，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不配做顾家人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会解除和你的收养关系，并且全网告知，今后你的死与顾家无关。爸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不能这样对我。苏玛丽，从今以后，我顾家的一切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爸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。奶奶，你平时最疼我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们一直把你当成顾家的亲生孩子，你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包容你，但你竟然想谋害顾氏血脉，你应该知道这个孩子对我们顾家意味着什么。我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怀的是我爸的孩子呀。苏玛丽，我们顾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想到竟然养出一个白眼狼！爷爷奶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求你们原谅我吧。你这个孩子心术不正，你到现在都没搞清楚，你该道歉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五花。张特助，送客。是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丫头，从今以后，没有人再欺负你了。哪里来的臭乞丐？怎么捡垃圾吃啊？
竟然是个大胖小子，你看这眉眼啊，跟泽楷小时候啊一模一样。爷爷抱抱。哎呦，五花呀，这个呀是我结婚的时候泽楷奶奶交给我的，现在呀我就把它交给你，谢谢你啊，给我们老顾家传宗接代。妈，怎么了孩子？丫头，这是爸妈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虽然泽楷年纪大了，但我们五花年纪还小呀，还有时间啊，可以多生几个，到时候我们家呀热热闹闹的才好呢。你说什么呢？五花能生一个大胖小子就已经是奇迹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老顾家的传统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泽楷不行，是他的问题。你看五花不照样怀上了吗？能生第一个就能生第二个。好了，爸妈，你别逗他了，都害羞了。丫头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